大家好，我是魔法创作室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老虎钳子生锈掰开太吃力，教你一招修复如新，学会就是赚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手工工具难免出现生锈的问题，老虎钳也不例外。生锈的老虎钳使用起来非常吃力，严重影响工作效率，尤其是当它放在潮湿的环境中时，锈迹会更加严重，导致开合困难，甚至需要用力拉扯才能打开。其实修复生锈的老虎钳非常简单，今天我将分享几个快速有效的修复方法，只需几分钟就能让它恢复如新。希望这个小妙招能对你有所帮助。妙用一：首先准备一个家中不再使用的碗或盆子，将老虎钳放入其中，加入适量的温水，这里一定要使用温水，水量要足够，让手钳子的头部完全浸没在水中，也就是锈迹部分要完全浸泡，让钳子在水中静置约3分钟。时间到后，锈迹会有所软化。现在试着用手轻轻将老虎钳往两边掰开，刚开始时可能会感觉很费劲，几乎无法打开，但随着你不断的用力掰动，效果会逐渐显现。这个过程非常简单，但需要耐心，没有复杂的技巧，只需坚持不停的掰动即可。随着我们掰动的时间和次数不断增加，可以发现老虎钳的嘴部逐渐开合，变得更加灵活，张开的幅度也越来越大，开合之间的过程也变得轻松许多。同时，钳子上的一些锈迹也已经掉进了水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可以尝试不断改变掰动的方向，一边掰几下后，再换到另一边继续掰动。可以看到，之前难以张开的钳子，现在已经能够打开的很大，锈迹也掉落了不少。不过这只是修复的第一步，尽管一些锈已经掉了，但仍然有一些顽固的锈迹紧紧附着在钳子表面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需要进行下一步操作。首先将碗里的脏水倒掉，接着准备一些家里的食用小苏打，均匀地撒在钳子的顶部，确保每个地方都有撒到。小苏打具有良好的清洁作用，常用于清洗瓜果蔬菜，也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。两面都要撒上小苏打。然后准备一张纸巾，将老虎钳的顶部完全包裹起来。包裹好后，将它放回盆子里。接下来准备一些家里的白醋，将白醋倒在纸巾上，确保纸巾完全湿透。湿透后，翻转纸巾的另一面，继续用白醋打湿。这时，小苏打和白醋会发生化学反应，产生大量气泡，这是正常现象。白醋不仅是一种调味品，还具有很好的软化作用。将其与小苏打搭配使用，可以产生1+1大于2的效果。就这样让它浸泡5分钟。5分钟过后，现在5分钟过后，取下纸巾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奇迹发生。在取下纸巾的过程中，发现老虎钳上之前顽固的锈渍已经消失了。接着用刚才的纸巾来回擦拭，确保每个地方都擦到，尽量将残留的锈迹清除得更干净。擦拭完成后，用清水冲洗一下，将钳子上小苏打和白醋的残留彻底冲刷干净。然后准备一些纸巾或干毛巾，将钳子头部的水分擦拭干净。生锈主要是因为钳子的头部有水分，因此一定要将表面的水分擦干。看看刚才又脏又锈的钳子，现在已经焕然一新，
就像刚买回来时的样子。接下来我们进行下一步操作。如果想让老虎钳更加灵活，并保持不生锈的状态，我们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处理。用纸巾沾取一些家里的食用油，均匀涂抹在老虎钳的金属部分。如果家里有缝纫机，可以使用缝纫机里的缝纫机油来涂抹。当然，许多朋友的家里可能没有润滑油或缝纫机油，因此可以用植物油、菜籽油等替代。尽管油的种类不同，但效果是一样的。涂抹一次后，可以有效防止老虎钳生锈，同时使其使用起来更加灵活。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，效果会越来越好。妙用2：我们取适量的凡士林，均匀涂抹在钳子的交汇处和各种缝隙中。这时我们需要用打火机轻轻加热，使凡士林融化。与此同时，一边加热一边做开合的动作，让溶解后的凡士林进入缝隙中。这个过程非常简单，但需要一点耐心，没有复杂的技巧，只需烤一烤并不断掰动。随着我们掰动次数的增多，可以发现钳子逐渐变得灵活，嘴张得越来越大，开合的过程也变得更加轻松。两边都用同样的方法操作完成后，我们的胶棒钳就修复完成了。可以看到，刚才半天张不开嘴的钳子，现在嘴已经可以张得很大，而且一只手也能轻松完成开合动作。虽然油与其他润滑油不同，但效果却是一样的。经过这样的涂抹后，钳子使用起来会非常灵活，越用越好哦。通过简单的步骤，您的老婆钳子现在应该焕然一新，恢复了它的功能和效率。请记得，在使用完老虎钳后呢，及时清洁和涂抹润滑油，以延长其使用寿命并防止再次生锈。修复老虎钳子不仅节省了购买新工具的费用，还培养了你的动手能力和维护工具的意识。在未来的工作中，这些技能将为您节省时间和金钱。学会了修复老虎钳子，真的就是赚了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。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。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了。